今天我为各位喜爱古籍悬疑的朋友带来一则收录在《唐人传奇》的故事《东阳夜怪录》。话说唐朝元和8年的冬天，各位看官，那天的风可不是一般的冷风，阴气从脚底一路往心里钻。有个秀才名叫程自虚，本来要进京赶考，却因为家里出了点事耽搁了。等他收拾好上路，科举早就错过，只好垂头丧气往家走。走到渭南这一带，天色说变就变，刚刚还是阴天，一眨眼就风雪大作，路上行人全都散得不见人影。程自虚摸黑往前走，走着走着，来到东阳驿附近，只见谷口边上蹲着一座破佛寺，他也顾不得讲究了，就牵住马往寺里去躲雪。店里头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正觉得心里发毛时，他听见黑暗里有人喘气。程自虚壮起胆子，高声一喊：“有人吗？借个地方避一夜风雪。”里头果然有人答话，说自己是寺里的和尚，法名志高，俗姓安，远从寺外来到这儿落脚，偏偏又染了病。寺里其余的僧人都出外化缘去了，破寺里没油没灯，只剩一些草料。志高说：“若不嫌弃，今夜你我同借这里一脚，人马共用草料，挨过这一晚。”程自虚一听，总算心安了些，把马拴好，摸黑坐下，跟志高慢慢闲谈。才说了片刻，忽然店外脚步声一阵接一阵，像有人提着靴子在冰上踩，吃的就往店里挤。只见一批客人鱼贯而入，虽然没灯，却个个自报姓名官衔，念的程自虚一愣一愣的。什么河阴转运巡官侍奏曹参军卢以马，副轻车将军朱中正，还有去文静某、西瑞金，说话声衣袂声连绵不绝，活像是长安城里的清谈雅集，硬生生搬到了这荒郊破寺里来。众人围坐一圈，寒风在店外吼，店内却热闹起来。他们一开口，不谈银两，不谈兵歌，专挑诗文禅理下手。卢以马先开了头，背出一首写雪的旧诗，言道巨雪未山，语气里还带3分得意。志高和尚咳了2声，慢吞吞也来2首病中自述。诗里讲风雪，讲病体，讲身世飘零。朱中正听得兴起，一次又一次请诗。诸君再合一首。于是你一首，我一首，诗声此起彼落，一谈禅机，二论明教，三又感慨自己怀才不遇。说到激动处，拍膝长叹，这地方本来只是个漏风的破寺，硬是被他们说成一场高士之会。正说着，门口又来人了，有人自称苗界里，有人叫魏藏户，有人叫藏历仙，名字一个比一个古怪。这几位性子火爆，谈呀谈，就从诗意家事论到彼此祖宗，话头一拐，酸语嘲讽便飞满天，眼看就要从雅集变成骂战。多亏朱中正圆场，劝君子和而不同，这才按住了火头。我们的主角程自虚呢？一开始他瑟缩在角落里，冷得手指发麻，只想着天亮就走。听着听着，他却慢慢坐直了身子。这些人谈诗论道，引经据典，有的慷慨，有的淡泊，每一个好像都大有来头。程自虚心里暗想：哎呀，今夜虽然困在雪夜荒寺，却碰上这样一般人物，也不算白来一遭了。正喝彩间，远处忽然当的一声，寺钟在夜里响起，钟声一过，店里阵阵回音还在，热闹的人声却像被人一刀斩断。程自虚只觉得鼻中一股腥臊之气扑来，风雪透窗灌入，冷得人骨头发疼。他怔了半天，猛然发现四周一片死寂，方才那一圈高谈阔论的名士不见了，桌案不见，酒室不见，只剩他自己缩在黑暗里，还有柱子旁那匹老老实实的自家马。心头一阵发毛，他不敢再睡，只能抱着膝盖挨到天亮。
天色微白，他起身四下打量，这一看，背脊发凉。昨夜殿北角那位伏案沉思的先生，此刻变成一头病恹恹的驼驼，跪伏在那里。墙根下那位自称什么官，老爱叹气的，如今是一头瘦乌驴，背上3处墨的雪白。眼拱上那个爱插嘴的年轻人，现在成了一只小公鸡，歪头盯着他看。垛草上那位懒洋洋只爱听不爱说的，是一只大花猫，打着哈欠伸懒腰。昨夜缩在一旁，只偶尔插上一句短话的2位，此刻却是破户与破例旁蜷着的2只刺猬。等他出寺一看，远处还有一群狗，里头有一条通身无毛、光秃秃的秃狗，斜着眼看他一眼，那眼神活像昨夜某个嘴巴最毒的家伙。程自虚心里发颤，骑上马一路往前走。走到赤水殿附近，他遇着个老者，便把昨夜的事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老者听完，拍腿笑道：“你说的驼驼、乌驴、鸡猫、刺猬，那可都是真的。昨夜我亲眼看人把一头病驼驼牵到庙北去避雪，旁边还拴着一头伐驴。至于牛、狗、鸡、猫、刺猬，都是村里常见的东西。什么河阴巡官、轻车将军、名门公子，哼，哪有那磨一屋子的名流，甘愿跑来这众破寺里陪你过风雪夜。”程自虚听到这里，只觉得头一阵发空，像是魂被人抽走了一半。他这才恍然，昨夜那一场诗酒文会、清谈高论，原来只是一群鬼魅畜生，借风雪之夜扮成人形，开了一场自我陶醉的假文会。后来他到了赤水殿，与仆人会合，几日之内总是心惊肉跳，像是魂魄还留在那座破寺里，跟那些名士一起。八卦时间，各位看官，这桩东洋夜怪录，表面上说的是一夜鬼事，其实最有意思的不是鬼，是那一屋子的文人。你回头看看，这些座上宾一进门，先报官衔，再亮姓名，谈诗、论禅、谈明教、说身世，一套一套非常齐全，像极了唐代长安城里的文会雅集。可偏偏作者让你看清楚，钟声一响，热闹一散，这些名士一个个都变回原形。那个谈诗谈得最起劲的，其实是殿北角那头病驼驼，整场文会也就换来个舒服2字。这种写法很贴唐人的实况。唐代科举定型之后，文明就是仕途门票，长安城里诗酒唱和、清谈聚会，一次一次把名声放大，很多人一生追逐的都是名。所以这一夜的鬼魅假会好玩就在这里，它不是单纯吓你，而是把那众只顾文会声名却缺少实际德性的人，通通拆成牛马鸡狗给你看。对主角程自虚来说，这一夜更像一面照妖镜。他本来就是赶考失败的秀才，最需要的是看清自己未来怎么走。结果老天送他一场假文会，把所有他可能投入向往的那众民生与圈子，通通拆成动物给他看。若是从此一心只想挤进这般诗社雅集，醉心于谁跟我唱和谁记得我名字，到头来也不过是在鬼会里多坐一席，多添一只会说话的畜生。名与实并行，才算站得住脚。只有名声，没有真本事，没有真德行，那盛名最后会变成什么？一阵钟声过去，桌案不现，名士不见，止于一地畜生与杂物啊！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头衔很多、合照很多、发文很多，但你认真想一想，说不出对世界做过什么实事的人？欢迎在留言区帮他挑一种动物当化身，记得不要指名道姓，以免真的变成鬼会。今儿个书就说到这，如果你喜欢这类古籍开脑洞的故事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我们在一起去翻开下一本奇怪的书。